2006年9月5日，我到了距离你6400公里的米兰。今天天气很好，学校很漂亮，我却很想你。2007年4月15日，今天和同学出去玩，看到了一片曾经在梦里反复出现的油菜花田，我兴奋地拍照，大声地呐喊。可是过后，却不知道怎么把拍好的照片传给你。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一路走到现在，没有你在我身边陪我看风景。小飞龙，我想我又想你了。2007年7月10日，小飞龙，好久不见。当我重新回到沪江的时候，我突然觉得空气里仿佛都弥漫着一种若有若无的甜味。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与你有关的一切都带着这样的气息，就连回忆都如此。而现实，我却只能在现实里看着你为了另一个人欣喜若狂。第二天，我踏上了飞回米兰的飞机。2009年3月15日，小飞龙，我经常鼓励自己，没有什么坎儿过不了。我决定拨出你电话的时候，听筒里传来的还是他的声音。喂，慢点啊！我知道，我彻底失去了你。你生日那天，我是如此痛恨上天对我不公平。我知道，你一定无法原谅当年我不辞而别。可事实是，我当年是用远走意大利作为条件，才换来父母就这件事对你永远保密。那时候那么单纯幼小的你，怎么可能受得了那么巨大的伤害？等你下大学之后，一切都会不一样了。2010年，我又去了婺源。回到婺源，好像听见你在喊：“万恶的资本主义，把我的男人还给”2013年，我刚回国，开始在沪江工作，在一个不知名的老街道，听到很像你的天籁之音。谁？给我站住！小流氓！我告诉你，谁教你的交通规则？等到我小飞龙破土而出的时候，我绝对不能轻饶了你！后来才知道，那就是你。住在地下室的你，缘分很奇妙，对不对？2014年，我和你又开始在同一个城市生活。我坐公交车跟踪你，发现你还和从前一样，不爱吃早饭。2014年，冬天到了，你的地下室一定阴冷潮湿。南方的冬天，你的关节炎怎么受得了？有个电暖气，会不会好很多？喂，李静，你在哪儿？怎么了？我在你们公司楼下。我数到3，你要是再不出现的话，我就再也不理你了。1。
2。你贱人，你个笨蛋！我要数3了。回头。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机器猫陪伴了大雄80年。大雄在临终前跟机器猫说，让它回到属于它的地方。于是机器猫就乘坐时光机，回到了80年前，对小时候的大雄说。 大雄你好，我叫哆啦 A 梦。我不能保证能回到小时候那样，但是现在我们可以从朋友做起。你好，我是玉树临风，风流倜傥。 英俊潇洒，才高8斗，貌似潘安，号称1朵梨花压海棠的玉面小飞龙。皱眉，郑薇你好，我是林静，取自《诗经》里的“一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意，莫不惊扰。” 需要吗？可以帮你介绍一下。把这3个我拿出来看一下。好，3款可以看一下，可以看一下。我要中间这个。这款是吗？嗯。好，稍微等一下啊。哎。 先生这边请。哎。是不是把我给骗了？我怎么看不到啊？你看到我没有？爸，你点屏幕的右上方。哦，右上角。看到我了吗？我看到你了，爸爸。你看到我了吗，爸爸？看到你了。嘿，怎么回事啊，薇薇？你又瘦了吧？我哪儿有瘦啊？我明明长胖了。哎，薇薇啊，
天是你的生日，老爸呢祝你生日快乐。谢谢爸爸。嘿嘿，不用客气。哎，薇薇，那外边都黑了，就你一人还在公司呢？啊？老爸呀，就是担心你天天的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这么多年我也都没过过生日了，爸。不过这次是2个人。真的？2个人？嘿嘿嘿，哎呀，那可太好了。哎呀，薇薇啊，你一个人啊，从小就在感情上是个爱较真的人。我呢，一直就是担心你孤孤单单的，心里呢一直就是很难过啊。对不起，爸爸，让您担心了。行了，别跟我客气了。哎，对了，我问问你，那个人长什么样啊？啊，是干什么的？哎呀，爸，你别问了，我和他，才刚刚开始呢，还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呢。可是他是怎么想的呀？你没问问他？哎，他向你求婚了没有啊？求婚？老爸可听说了，现在男孩子在女朋友过生日的时候啊，哎，都讲究在生日宴会上求婚。嘿嘿，哎呀，往地下一跪，那个戒指往上一递，哎呀，他向你求婚没有？应该不会吧？啊，那行，你自己想清楚就行啊，薇薇。哎呀，只要你愿意，你做出什么决定，老爸都支持你。林先生，已经为您准备好了。谢谢。好，请稍等。赵薇同志，生日快乐！谢谢。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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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生日快乐！你不是去北京了吗？我有一个非回来不可的理由，你想知道是什么？这么热闹啊！哎，师姐，过来跟我们一块玩啊！就是啊。算了吧，我今天有很重要的事情。薇薇，生日快乐！谢谢师姐。那你们玩吧，我先走了。拜拜拜拜。哎，薇薇，吹蜡烛吧。好。哎，为什么点7根蜡烛啊？是7根。本来不就是7根吗？今年26。哎呀，薇薇，你不知道，我们那儿都算虚岁的嘛。你不知道女人过了25岁之后都是算周岁的吗？我错了。来，咱拔掉一根，许愿吧。快吃吧，薇姐。薇姐，你许了什么愿？我希望青春不朽。喝杯小酒。来，谁都别走！哎，吃巧克力了！来，快！哎，真好看。晨，东方啊，今天谢谢大家给我过生日，但是我还有点事情，恐怕得先走了。别呀，薇薇，你说我们今天这么多人给你搞一个 surprise， 你不会真丢下我们大家就走了？真的很感谢你们，
但是我跟别人已经提前约好了，所以可能我得先走。我先走啦。薇薇，要不我们一起出去转转，去学校看看？我真的跟人约好了，我先走了，拜拜。你去哪儿？我送你去。哦，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这么晚了，你去哪儿我都不放心。你如果不告诉我你去哪儿的话，你哪儿也去不了。你真的不用送我过来。我是去见宁静的。林先生，您看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再等等吧。好。林先生等您很久了，这边请。你怎么来了？谢谢你啊，我先走了。这位女士，这是林先生特意为您准备的惊喜。我是你。林静，你走错地方了。
我们要打烊了，请问要替你打包吗？当然，好，谢谢。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谁啊？来了来了！你怎么来了？先上楼吧。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我先给你倒杯水。不必了，跟我去米兰。为什么突然要去米兰啊？你不是想加入设计组吗？剧场这个项目一直也是你负责，你现在就代表设计组跟我去米兰，我们把这个项目拿下来。和我去一趟米兰，你就当散心了。
万恶的米兰。我来了。您找薇姐呀？真不巧，她今天上午跟陈经理去米兰出差去了，好像说是谈剧场的项目。听说你要故地重游啊？你消息倒挺灵通啊。人家和陈笑正在米兰双宿双栖的，你去干什么呀？于公，剧场项目我们新贸也有投资。于私，我要把我的女人带回来。你的女人？嗯。如果她是你的女人，那我是什么？你很好，可惜出现的太晚。林静，其实我知道我和你一样，我们都活得很洒脱，所以有好多时候我觉得退一步就是海阔天空。可如果退的太多，就什么都没有了吧。所以这次我不想退，我想进。我们在米兰一起承受了那么多，你知道我是一个多骄傲的人。我豁出了整个人、整颗心来爱你，你不会不知道的。结果呢？你一句话就要散了。我假装很成熟、很大气，我不去联系你，直到我们在国内再见面。我知道那是因为我们之间的缘分没有断。我约你见面，你跟我说我们是工作关系，我们不要见。好，我听话了。可是你呢？你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在郑薇身边。我以为你是为了接近周渠，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郑薇的资料，原来这么多年了，她的生日一直都是你的密码，你从来就没有变过。你让我怎么面对？你让我怎么接受啊？有位诗人曾经说过，爱一个人可以是一把枷锁，让人无法呼吸；也可以是一片天空，让人自由飞翔。你不是我的枷锁，我更不是你的天空。饿了，冰箱里有披萨，但别吃太多。你混了，不准在我这睡。林静，郑薇那么轻易放弃，是因为她根本就不爱你，你就不能醒醒吗？我一定会把我的女人带回来，证明给你看。你混蛋！Dongfang Xingchen is one of the largest construction firms in China right now.
Recently, they've experienced a series of crises, and their stock market, the problem they're having is they have a very low price of stock. So I think it's the right time for you to come in to merge the company, and that will give you a very bright future. I see. If my memory doesn't fail me, your girlfriend is the daughter of Dongfang Xincheng's chairman. According to Chinese culture, that will be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you to occupy an important charge in the company. Why did you join us? Well, see, the girl you know isn't really my girlfriend. And I think I've found the true love of my life. And the clock is ticking. I don't want to miss her. See the girl there? That's who I'm talking about. Hi. Mrs. Chen, we really like the theater's idea. Just give us some day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headquarters. No problem. What are your plans for these next days? There's many interesting places in Italy. If you want, I can arrange a tourist guide for you. It's okay. We have another plans.好看吗？你到底想带我去哪儿？意大利人民怎么会允许你这样胡来啊？意大利人民也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啊。薇薇，人的一生中会做出很多的选择，我从来不会为我做出的选择而后悔，可我确实为了有些选择而感到遗憾。过去的这5年，我一直在为离开你而感到遗憾。我希望你相信，这5年里，我过得并不好，我很想你。嗨！停车！嗨！停车！停车！ Fermati! Fermati! 是我！停车就是停车！停车！是我！哎！哎！停车！你们两个太狠了！
我整整追了你们10公里，饿死我了。Vuole che continuiamo? Certo sì。你到底想说什么？我们都已经结束了。其实那天我是想向你求婚的。我知道。既然你已经笃定了要瞒着我和师姐的事情，就不会约在我生日当天，约了我和师姐，让我知道这件事情。既然知道了，你知道了又能怎么样？我还知道，一个人爱不爱你，愿不愿意接受你，在于他是否愿意让你走进他的世界，去了解他的内心。可是林静，我不了解你，你从来没有让我走进过你的世界，我从来都不了解你。关于你的世界，相比我知道的，我不知道的反而更多。薇薇，其实现在很多事情我是想……不重要了。其实，我们终于能和过去告别了，应该感到开心才对。这么多年了，我们爱过、恨过、伤害过，也温暖过彼此。如果我把这些受到的伤害都加注到你身上的话，对谁都不公平。就当我想放弃以前的日子，就当我自私，想要重新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吧。林静，我好不容易才挥别过去，挥别那些烦恼，开始一段开心的日子。如果你真的为了我好的话，不要再来打扰我了，可以吗？Scusa, fermati, grazie。我们走吧。Non suonate. Non suonate più? 我告诉你，别拉了。Ma signore, avete già pagato. Dobbiamo finire la canzone. Grazie. You're lucky to have such a nice guy.你都跟人家说什么了？我告诉他，你是从中国来的一位超级巨星，是来参加时装周的。他可能想认识你一下吧。那你呢？你是干嘛的？我是你的保镖，加助理，加经纪人。好吧，既然我们是来看时装周的，
那本巨星就带你去看看秀，走吧。阿正，你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我想给你讲个故事。什么故事？ 5年之前在意大利，我和林静就已经认识了。你开什么玩笑？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情？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巧合，我们想解释也解释不清。
我看见他那双眼睛，哎，我就知道是他。你知道吗？林静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信，他那种自信是我陈孝正所不曾拥有的。如果我有他的自信的话，我会向全世界大声地宣布：你小飞龙是我的。住在这个城堡的时候，我也曾经想过远离他。可是他的一言一行，他说话的方式，他做事的态度，他的每一个小动作，都和你实在太像了。只有他在身边，我的生活才是有生气的，就好像你在我身边一样。这是不是你听过最荒诞的故事？我从来也没想过会选择这种荒诞的方式继续爱你。可我知道，林静是我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如果我失去她了，我就失去了这个世界上和你一切的联系，我就失去了这个世界。这些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我怕对她不公平。我要感谢林静，是她让我在最生不如死的时候活了下来。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我还是要谢谢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故事里面不止我们3个人。就算你刚才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情实感，但你能否定那个人的存在吗？你是想说曾玉吗？我们2个已经分手了，在我来米兰的第1天。来了。你不是说要去瑞士吗？知道你要来，所以不去了。曾宇，我有话想跟你说。我先说吧。我在意大利的课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我打算回国。我们的关系
到此为止吧。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陈校长？我很清楚。经过这么多年，我们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我也已经不是上学时候的我们了。我觉得是时候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更简单一些了。你确定你考虑清楚了？我确定。陈校正，我还能相信你吗？任静，你记得那年在湖边，我们两个背靠背写在漂流瓶里的名字吗？那张纸条上我写的名字，就是我这辈子唯一爱过的人。别偷看啊！这纸上都写了我们最爱人的名字。
你找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妹妹，我想给你看这个。这个玻璃瓶里有一个纸条，是一个人写着他最爱人的名字。你猜是谁写的？林静，没想到你还会玩这招。瓶子里面明明是2张纸条，是一张纸条。我不知道你们又在说什么我听不懂的话，我也没兴趣知道。你不想看看吗？5年前，那个人在这张纸条上写了他一生最爱人的名字，放在里面。林静，为什么？为什么不把你写的那张纸条给他看？因为我必须最终承认，我输了。依地而论，如果我站在你的位置，我不会因为爱他而跟情敌整整待了3年。我清楚。其实没什么难过的，起码我们没有辜负当初说的话，对吧？恭喜你，可以和一生中最爱的人在一起。阿正，这是什么地方啊？哎，有回音哎，你听到没？喂，这是米兰最神秘的地方。把眼睛闭上。
薇薇，你愿不愿意重新和我在一起？我愿意。你好，女朋友。我是你的男朋友。男朋友你好，我是你的女朋友。也许不会再看见，离别时微黄色的天。有些人注定不会再见，那些曾青涩的脸。我拿去种莲树的叶子，放在青涩的石板前，祭奠那些流逝的青春和曾懵懂的誓言。风在歌唱，唱它曾去过的地方，在黑暗中有朵花为你开放。我是玉树临风，风流倜傥，英俊潇洒，才高八斗，貌似潘安，号称一朵梨花压海棠的绿面小飞龙。郑薇，郑薇你好，我是林静。取自《诗经》里的“一宴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那些流逝的青春，那些懵懂的誓言。剧场这个项目基本已经敲定了，你们俩做得很好。我相信通过这个项目，我们在业内一定会很快恢复信誉的。陈孝正，从今天开始，你正式升为星辰的项目部经理。郑薇，剧场的项目是你设计的，很好。陈经理正式提出要把你调到设计组，你愿意吗？我愿意。那从现在开始，你就可以参加设计组的任何设计工作。但是呢，陈经理刚刚上任，还有很多不熟悉，他需要一个熟悉工作的员工来协助。等找到适合的，我再正式把你调过去。OK？ 好，谢谢董事长。好，你俩忙去吧。
薇姐，你这发型真好看，是吗？那是，人家是米兰回来的。你们也剪一个呀？薇姐，这次你们去了将近1个多月呢，你们家那只猫我可一直照顾着呢。那只丑猫是不是又长胖了？那当然了，现在比我们家狗剩还胖呢。魏大人，你不知道啊，你走的这1个月里，每天我们过的都是惶恐不安的，对吧？少来了，有什么好惶恐不安的呀？少了谁，这地球还不是得照常转？哎，薇薇，就没你这么说话的。地球是少了谁都能转，但是咱们星辰要是少了郑大秘书，他还怎么转呢？对不对？薇姐，可听说你终于如愿以偿的转进设计组啦？恭喜你！谢谢，多多关照，多多关照。以后是你多多关照我们才是。你有没有觉得，从这个位置看下去，这个城市好像很小啊？不是城市小，是我们站得高。没错，这也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想留在这个城市，挤破头都要挤进星辰一样，因为他们也想像你一样，把这个城市踩在脚底下。恭喜你啊，陈经理，你现在是星辰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项目经理了。历史就是需要人不断去打破的。我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对了，还应该谢谢你啊。你我只是各取所需，不用说谢谢吧。是你们俩的玉面小飞龙。现在你在事业上除掉了周渠，成了项目经理，也是星辰最大的依靠了。在感情上，你也赢了林静，离婚里的小情人，现在是最大的人生赢家了。如果不是你破坏了林静的求婚，整个事情也不会向这个方向发展。所以还是要谢谢你。只不过，你想要得到的，得到了。只要他能和郑薇一刀两断，我就还有希望。目前对我来说，有希望不是最好的得到。
郑秘书，陈助理，这是你不在这1个月里项目部的工作报告。晚上一起吃饭啊？不了，晚上我还有事儿。可可，薇姐，你也在？有什么事情吗？啊，后勤部让我把今年的财务预算报告拿给陈经理看一下。你们先聊，那我先走了啊。看一下，这个是刚才让我拿的财务预算建议方案。糊涂蛋，拿错手机了。我不同意现在我们跟政府合作。周渠的案子现在表面上是平静的，但是检察院在等待机会，死死地盯着我们。我们现在目前要做的是：一，小心翼翼地做好我们目前工程的善后；二，参加一定的社会公益活动，挽回星辰在业内的形象，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大手笔出击。一旦让检察院抓住把柄，星辰公司很难翻身。董事长有董事长的考虑。现在，我们星辰是在最危急的时刻，不成功则成仁。如果我们在谷底的时候不迅速反弹，那我们迟早会被后来者所取代。石秘书，请你把这些资料发给在座的各位。谢谢。大家也都知道，在这个市场上，现在有许多的中小企业都在迅速的崛起。我们前一段时间又遇到了工地事件，遭受重创。如果我们在短时间之内不迅速反弹的话，我们的市场份额迟早会被他们吃掉。要知道，再小的蚂蚁群起而攻之，也是可以吃掉一头大象。正如大家所见，现在市政府正在为2020年的世界园艺博览会进行招标。如果我们星辰可以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我们一定可以东山再起，重振旗鼓。我不同意。我同意陈经理的想法。我们东方星辰虽然是老公司，资历可以老，
想法可以老，但是我们的冲劲不能小。我支持拿下园艺会这个项目。我同意。太冒险了。看来这位陈小姐已经拉拢了他们。看看再说吧。董事长养虎为患。是呀。你找我有事儿啊？我在档案室找到一份10年前的档案，你看一下。这是有关地下室的改造，我觉得值得一试。董事长，我期待你的招标设计图。你觉得这个项目怎么样？这个项目我们不能做。为什么？公司现在急需的是可以迅速翻身的大项目。你是不是觉得这样的公益项目不能帮你拉拢董事，对你上位毫无帮助，所以你才不去做？你想说什么？从米兰回来之后，你一直都在私下拉拢董事，想要培养自己的势力。你怎么现在心里就只有权力和斗争了呢？你忘了我们当初学建筑的初衷了吗？我们是人类文明的工程师。阿正，你不是一直都这样坚信吗？薇薇，你别犯傻了。董事会只认钱，你以为只有周渠才知道冯德生的那些勾当吗？他们都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有在利益面前，他们才会选择站队的。你觉得总裁空缺，你就能一步登天了？薇薇，在这个社会里，只有我们有了利益，我们有了权利，才能够有发言权。只有我们有权利，才能够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否则的话，我们一辈子都会面对这种不公平的对待。这不是我们第一次面对这样的事情了。祝你早日升职，守着你的权利过一辈子吧。这就是我的计划，谢谢各位对我以及对星辰未来的支持。董事长老了，固步自封，根本就看不到前面的路。还是咱们陈经理讲仁义，有头脑。对，这完全就等于是救星辰于水火之中，在原来的价格上还加15%的溢价，我们几个又怎么会拒绝呢？对，不会拒绝的。对，谢谢各位了。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你让我怎么相信一个父亲因为用了劣质材料偷梁换柱被抓进去的公子哥的话？现在这公子哥坐在我面前，让我买他的建筑材料，你说我敢买吗？陈经理，我现在是在给别人打工。这个公司跟我爸的公司不一样，进货渠道也不一样，你们可以放心的用。凯阳，我记得你原来不是喜欢当大哥吗？你不是挺会出主意的吗？你帮我出出主意，你告诉我，
我怎么才能相信你啊？这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陈经理可以仔细看看。我不看，我要听你说。胶粉、聚苯颗粒、保温酱料是由胶粉、保温料和聚苯颗粒组成，防火性好，还有耐候性强，开阳，据我所知，你大学5年学的也是建筑设计专业，对吧？毕业以后你还出国深造，回来还在开阳建材做经理助理。那你跟我说说，你这10年都做什么了？你连胶粉、聚苯颗粒、保温浆料的成分都说不清楚，你还能做什么？你除了仗着你爸以外，你还能干什么？陈经理，如果我下次能背下来了，你能跟我签约吗？不能。只要你们公司有你许开阳在，星辰有我陈孝正，我们就永远不可能签约。开阳，陈孝正，你到底想干什么？对不起，打扰了。开阳，开阳，陈孝正，小北，开阳呢？我知道有个地方，他有可能会去那儿。走，我们一起去找他。哎，贝贝，如果说他现在这副样子最不想被谁看到，那就是你了。哟，这不是秦老师吗？你怎么来了？去喝酒了？啊，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了，我现在呢不是原来那个许开阳了。1个月工资2500，星辰的项目现在还没有谈下来，这个月的提成还没有着落，所以呢，我也不能像当年那样请你喝酒了，省着点喝，来。现在连喝酒的资格都没有了，是吗？我是不想让你一个人喝。
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被陈孝正踩在了脚底下，是吗？都知道我许开阳像个赖皮狗一样对他摇尾乞怜了，是吗？我知道。现在他们都他妈一个个等着看我许开阳的笑。那你呢？啊？安慰我，还是可怜我？我告诉你，我许开阳不需要他妈任何人可怜我。你不是想和我打球吗？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叫齐尔吗？你打赢我，我就告诉你。打呀！怕输是不是？怕疼是不是？像我这个样子被你们看到，为什么上天连最后一点资本都不给我？为什么？凯儿，你知道吗？你这次向陈孝正低头，一点都不丢人。我觉得这是你这辈子最帅的时候，因为你已经不再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蛮横、自以为是的许公子了。你已经变成一个能屈能伸、让我刮目相看的大丈夫。凯阳，你知道吗？你很好，你还可以更好。也许有一天，我可以鼓足勇气告诉你，曾经在我身上都发生了什么。可是不论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得不去面对事实，接受它。把牙打碎了往肚子里咽，
然后永远的让它烂在心里，然后重新站起来。小北，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你看，你这不是站起来了吗？来吧，咱们打一场，让我们把那些不痛快的事情都见鬼去吧！好，让那些所有不痛快的事情都见鬼去吧！来！哟，这不许少吗？喂，哥，今儿来这么早啊？哎，我从今天开始啊，打算好好工作了。到时候有什么业务上需要帮助的，都麻烦你们了。哎，好嘞，好。小徐总，您怎么来了？我专门来找你的。小徐总，有一件事情。我不告诉你，我心里难受。什么事儿？你还记得那个到你咖啡厅里头去闹事儿，吵着要看什么资料的那个新辰集团的陈孝正吗？我查到啊，受伤工人的那件事情本来不是被周总压下来了吗？就是这个陈孝正，私下里跑到工人家属那儿，挑动他们闹事儿，而且不知道从哪儿找到了新辰集团和咱们公司合作的内部资料，交给了投资公司的人，检察院才查到咱们徐总身上。你说什么？徐总和冯总的银行转账记录十分秘密，咱们公司也就是在建材上动了点心思，但是绝对没有到以次充好的地步。他们把这个事情不断的扩大化。我听说现在他已经是新辰集团最年轻的项目经理了，接管了州区所有的工作，真是一石三鸟啊！不仅挤掉了周总和冯总，还打击了咱们开阳建材，而且从此培养新的势力和合作公司。他这是在报复。这个陈校长，我必须要求证下。和谁求证？有一个人，他一定知道事情的真相。喂，哪位？请问是郑小姐吗？哦，是我。是这样，陈孝正先生在工地被掉落的脚手架给砸到了。什么？哪个工地啊？陈校长。
薇薇，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我有个东西要给你看。我不看。我准备了1个晚上呢。相信我，好吗？慢点儿。你要带我去哪儿啊？这边。薇薇，我一直梦想着能给你个家。这套房子是我用这些年攒下的钱给你买的，虽然不大，但是这是现阶段我能给你的承诺。这儿的装修风格都是我设计的。昨天我在这儿花了1个晚上。你看，电视里面是你最喜欢的童话世界。我们在这儿呢，可以摆一个柜子，然后在客厅里面放一套米色温馨的沙发。这面的柜子上可以让鼠宝每天在这儿休息，安安静静地看着我们。在那边呢，我们摆一套原木的桌椅，平时就可以在那儿吃饭。你如果想做饭呢，那就你做，我来负责刷碗。你如果不想做，那就我来做。但是你别嫌弃我做的饭不好吃。我们在这套房子里生个1儿8女的，从此过上我们幸福的生活，好吗？好。我们兜了这么一大圈，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又重新走到一起。我不希望任何人、任何事情再让我们分开。我现在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只需要你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相信我，好吗？好。以后不要再对开阳那样了，知道吗？你如果不告诉他什么是错的，他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是对的。我是为他好。阿正，也许你是对的吧。You better have some news for me. Mr. Chen, every information and every preparation are ready. The game will start very soon. Thanks a lot, man.
微微，今天晚上我在学校等你。你想知道什么？我爸的案子，陈孝正，他到底做了多少？挑拨家属，联合举报，搜集证据，还有什么？没有。他是不是和你打着正义的旗号，说为了家属，为了工地事件不再重演？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没有，你根本就不了解陈孝正，他的野心远比你想的要大很多。他为了成功，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一切只不过是刚刚开始。曾玉，曾玉跟陈孝正在一块儿啊。他一直都在欺骗薇薇。她是星辰董事长玉静的女儿。你说什么？你要干嘛？告诉薇薇，先问下陈孝正再说。事实就摆在眼前，他陈孝正脚踏两只船，一边对薇薇不死心，另一边又为了爬上星辰的高位而吃着曾玉的软饭，还有什么需要纠正？阿正，怎么不吃啊？菜不合口味吗？对外可以宣布，这毕竟是公司打翻身仗的一个好时机。伯纳森公司说，希望可以推迟1个月再宣布。还要推迟1个月？
这帮老外怎么会是这样？妈，反正咱们都已经等了这么久了，也不差这1个月了。咱们3人好不容易吃次饭，就别说工作了。好，好，好，不说了，快吃吧，喜欢什么多吃一点啊。对了，小玉啊，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好吗？我不走了，我留下来在公司给阿正帮忙。那太好了，现在公司谣言四起，你知道说什么吗？说我养虎为患，这帮人什么都能说得出口。别听他们瞎说，妈，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和阿正的关系，我们都是一家人。就算是阿正在公司顶撞您的话，那也是为了公司好，对吧，阿正？是啊。董事长，如果上次开会我因为顶撞您给您添了麻烦，我向您道歉。我相信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要让星辰早日摆脱困境。我以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应该是让小玉过得更幸福。当然是。喂，于董，公司的股票正在被人大幅度趁低吸纳。都是散户吗？不是，有些很明显的是大宗交易。好，多留意，随时向我汇报。好的。天阳，你们公司环境还挺不错的。薇薇，你幸福吗？你是又跟陈孝正在一起了吧？绕了一圈，还是回到原地了。薇薇，我曾经说过，我是你的摆渡人。我希望把你送到一个阳光明媚的世外桃源，而并不是一个充满欺骗的阿鼻地狱。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知道我爸和周旭为什么会被检察院调查吗？是因为新茂投资，因为新茂投资的人把资料送给了检察院。错，是有人刻意煽动工人家属，把本来已经平息了的事件再次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而这个人就是陈校长。
薇，他扩大工地事件是为了除掉周渠，他联合事件是为了能够架空狱境。他做的这一桩桩一件件事情，你知不知道你在里面起什么样的作用？你跟曾宇只不过是他成功路上的一颗棋子，一颗棋子罢了。任何人都阻挡不了他想往上爬的野心。薇薇，你已经被他利用过一次了，难道你第二次还想跑到他身边，被他伤到遍体鳞伤，然后笑着告诉他我没事儿是吗？不是这样的，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一定是他的话伤害到你了，你心里觉得不舒服，你想报复他，对不对？阿正他是为了你好，他想激励你，你是骗我的，你才是骗子，你才是骗子，你才是骗子！你能不能清醒过来？我不想再看到你受伤害了。飞呀，让我自己去了解，好吗？薇薇，我想听他亲口告诉我。在哪儿呢？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呀？你知道我打了多少个电话吗？不好意思，我没听见。我现在在学校操场，你要不要过来？你为什么会在操场那儿啊？我们不是说好了在图书馆前见面吗？薇薇，你怎么了？没什么事。你过来再说吧，我等你。好，我现在过去找你。你回来了。你怎么进来的？密码我都换了。你以为
你把19891028改成10281989，我就猜不出来了吗？林静，为什么在感情上你永远都这么笨呢？很晚了，你回家吧。回家？嗯。我为什么要回家？你知不知道？我今天正式自由了。你难道不应该跟我喝一杯，庆祝一下吗？你喝多了，我叫个车把你送回去。我不回家。够了！你不要这么作践自己嘛。对，我就要这么作践自己。我到底哪儿不如1028？我告诉你，你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只有他，在我离家的时候，才会毫无顾忌的哭得惊天动地。从小到大，只要他不管不顾地抓到我的衣襟，我就不再忍心离开了。师姐，我承认我喜欢过你，但那仅仅是喜欢。我喜欢那个曾经聪颖独立、潇洒自如的你，所以，我跟你注定只是路过，你明白吗？你发泄够了吧？没有。我还有一个好消息没有告诉你呢。今天晚上，陈孝正会在建大向郑伟求婚。你还有我们都是失败者。好消息！怎么了？怎么喝这么多呀？脸红成这个样子。阿正，你喜欢这一刻吗？薇薇，如果老天爷问我，为了留住这一刻，你会拿什么换？我会跟他说，我会拿我的前途，拿我的财富、功名，一切的一切，来和他交换，换这一刻的温暖。阿正，这里是不是少了什么呀？啊？或许是因为戒指，原本应该戴在这儿。回答我，还是说都戴在曾大小姐的手上？
知道吗？即使在刚刚那一刻，我都还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我希望你说，薇薇，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或者你只是摇摇头也可以。你别这样，他是最适合你的人，能让你的大楼平地而起的那一种。我真为你高兴，真的。他是你来星辰的目的，是吗？他是把我带进了星辰，可是后来你遇到了我，扰乱了你本不该有的1厘米误差的设定，是吗？陈校正，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不再爱你的周薇会是什么样。你离开的那几年，我即使是最难受的时候，我都没有怪过你，因为你带给我的快乐，并不输给分开时的痛苦。你走了，我还有回忆，我可以继续相亲、嫁人，然后守着我们之间的回忆过一辈子。也许等到有一天我老了，我会忘记是你先离开了，然后我就跟我的孩子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个男孩，他很爱我，他陪我度过了人生当中最快乐的那几年。但是你回来了，我真的要谢谢你。我现在不但恨你，我彻头彻尾的看不起你。陈孝正，我终于不爱你了。为了这个，真的谢谢你。其实解脱是一件好事。我心里的那点火苗，埋了5年，虽然看不见，但是它从来都没有熄灭过。现在好了，你重新点燃了它，再亲手将它掐灭。你一心向上爬，我不怪你，可是你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你把所有的罪责都推给林静，现在又在拉拢公司的董事，我真看不清你，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我知道，你现在还不懂，但是我请你相信我，你现在看到的一切只是表面。我只再需要一点时间，我们的城堡正在建立，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我不可能一次又一次的相信你，再也不可能了。我一直以为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懂我的人，为了这个。也为了你，我可以奋不顾身，不顾一切，就让之前的那些不愉快全都过去。
不要让这一切都成为我们之间的隔阂。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到这儿？这是我给你的承诺。是不是快被自己感动了？我也差一点被你感动了。但是现在，我宁可相信，这也是你为了达到目的的工具。看来你真的不懂，没关系。这枚戒指，我先替你保管。我相信，有一天我的小飞龙一定会把它戴上的。太晚了。这个世界上早就没有小飞龙，而小飞龙曾经奋不顾身爱着的那个清高、孤傲的少年，也早就死在了从前的青春岁月中。你走吧。明天我们都要上班。我送你回去吧。不用了。这么冷啊，又这么晚了，你怎么能一个人待在这里啊？我说了不用。陈小正，如果你还顾及以前的一点旧情，你现在就离开吧。我再看见你多一秒，我还是觉得很难受。有一次在门外遇见你，许多年就是修回是你的理由容于天边里不到天明，听晚风还细，你并不叫你哭。中写成熟的记忆，玻璃窗，一个小酒店里，每一站都是刚褪色的你。当时青春年少，我们相遇太早，紧紧牵手拥抱，都是太多心软，岁月是雨泡泡，是忘掉。晚风还是
忘掉。微微，微微，你醒醒！微微，微微，你怎么了？你怎么喝这么多酒？他到底把你怎么了？微微，你醒醒！微微，微微。我来接你回家。阿正，宿舍阿姨是不是要关门了？我现在没事了。你这样让我怎么回去？你算我什么人？我上次已经跟你说过了，我怕我的邻居还有同事误会。我现在只想一个人，你走吧。你放开我！
为什么这么晚了，你加班还是没回来啊？你看你都瘦个像个纸片人一样。啊，不对，李健。你就是一个没心没肺的王八蛋！王八蛋！国外让你养成了一个人晚上喝红酒的习惯吗？你想问什么？你都可以对我不想说的事情保持沉默，我也可以。你笑什么？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可以义无反顾的对所有人宣誓自己对你所有权的那个小飞龙了。你有自己的生活，这很正常。我们都长大了。酒是世界泼的，因为我要去找你。你怎么知道我在那儿？先吃早餐吧，来。你乖乖把这些吃了，你想知道什么，我都会告诉你。等我吃了早饭，你想知道什么，我也会全部都告诉你。不用了，我想知道什么，他都会告诉我，对吧？嗯，耶！哇，好乖。叔宝，果然是你派来的奸细。不过你跟他关系这么好，干嘛送给我？其实也没什么意思。叔宝小时候确实是个流浪猫。哎，你看他的倔强样子，是不是很像你啊？我从米兰把他带回来，工作越来越忙，陪他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所以才让软管把他送到你这儿，跟你做个伴儿呗。没有告诉你我是他的主人，是怕你多心。是我多心吗？还有这个，也是你预谋的一部分吗？
就算有预谋又怎么样呢？我也后悔这预谋来得太晚了，不然你就不会受那么多伤。哎，以后啊，每天早上你就会有最新鲜的水果吃了，即摘即吃。我还没有恭喜你，陈经理，成为星辰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项目经理。看来于董事长对你厚望有加。既然做了选择，这一页页又在为谁风露离中宵啊？这一次，你手里已经没有任何筹码了。 薇姐，怎么了？薇姐，怪不得你对咱们公司这帮家伙都不感兴趣，原来是眼光高啊，高，实在是高。你怎么说什么呢你？哎，你别装了，我都知道了。跟新茂的那个林，他早上是不是推轮子？哎呦，薇薇不得了啊！没有看出来啊，你把新茂新上任的投资总监都给搞定了，厉害厉害厉害！陈经理啊，公司给你们开工资，不是让你们上班时间聊私事的。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不过在公司，我只想谈公事，希望大家也不要再议论我的私事了。啊。喂。还在加班呢？马上就可以结束了。我也结束了，咱俩都快1个星期没一起好好吃顿饭了。那就晚上一起吃饭呗。我知道有一家24小时营业的麻辣小龙虾，我现在开车就过去买，在你们公司楼下碰头。哦，好。你干嘛呀？说好了在公司楼下碰头的。你幼不幼稚啊？哎，小龙虾快要凉了，走。你也擦一点。哎，天气太干了。哎，你那床也太小了，而且你的睡相也太霸道了。你可以回去住啊，又没人逼你住在我这儿。搬到我那去住吧，我那条件好一点，而且我也可以好好照顾你。我跟你说啊，我再在你那张床上睡，我这腰都不行了。你要给我买狗皮膏药了。我不去。哎，那至少把那床换个大一点的吧。不要，你要是嫌挤的话，你自己搬出去住啊。薇薇，你是抵触一张床，还是抵触一张双人床所带来的象征意义啊？我只是想知道，我到底是第几个被你邀请回家里去住的女人？你可以尽情地指责我，但你有把我当成可以陪你走到最后的那个人吗？你何尝不把我当做一块浮木，希望有个人可以陪你度过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我敢说，至少我想跟你走到最后，但你没有。好了，我去上班了。文静，最后一个问题，你爱我吗？你许诺的一生，是因为千帆过尽之后，想重拾旧忆的美好，还是只不过我是在正确的时间，那个正确的人？如果你心里不相信，我给你多少次肯定的答案又有什么用呢？同样的问题，你爱我吗？
政尉，你把你最重要的珍宝弄丢了，回过头想要去找，才发现竟然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离你而去的。这件珍宝的名字就叫勇气。特大新闻！什么新闻？董事长的女儿回公司上班了。董事长的女儿啊？她来干什么？董事长助理呗。那师姐干嘛去啊？哦，对外宣称好像是说辞职了，但是我觉得董事长一定是在排除异己。他辞职了？李姐，你知道内幕啊？有什么内幕啊？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让你们别管别人的事情，管好自己就行了。快去工作。好，工作。你说啊，董事长的女儿别想这个，没戏啊，没戏。大家如果没有别的提案的话，那就散会吧。我有，我这里有个策划案，请看一下。随着沪江都市化的快速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员有了低价的住宿要求，所以就出现了地下室这样的环境。虽然的确是价格低廉，但是居住的环境太过于狭隘，而且环境又很差。如果遇到恶劣的天气情况，就连吃住都成问题。哥，回来了，你看你们家娃快淹了。快开门！哇，什么情况啊？雨欣，哎，慢点，这是水啊！赶紧咬进去！这什么玻璃房啊？一下雨，上面漏水，下面淹的。在座的每一位同事都知道新城的规定，我们从实习一直到工作，都是从底层做起的。我们干过工地，住过地下室。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会忍受风湿病痛的折磨。我们有的人在地下室住了1年，有的人住了3年。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还有无数的人，他们要在地下室住5年、10年，甚至还要住一辈子。如果是因为经济条件有限，而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居住条件，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想办法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呢？我在档案室发现了这份10年前的地下室策划案，虽然这是一个没有盈利的公益项目，但是我相信它所带来的意义比利益更深远。我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说完了吗？这个项目不错，但是现在我们不会做，散会吧。为什么？不好意思，打扰大家开会了。在谈什么？郑秘书有个提案，我们在讨论。陈经理，我们公司不会做这种项目吧？应该不会。我就说嘛，多么幼稚的人才会拿出这种毫无盈利价值的方案出来，浪费大家的时间呢？曾大小姐，您刚从国外回来，没有住过也没见过地下室，我想你对这次的项目不太了解。沪江地底下有多少间房子？几百、几千，还是几万呢？
你知道地上有多少间吗？2010年，根据各种数据测算，沪江的住房已经达到1100多万套。经理刚进公司的时候怎么那么拽？原来是未来的驸马爷呀！哎，我听说董事长的女儿来了，薇姐长什么样啊？怎么那么八卦呀？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哦，对了，我过来啊是要跟你们说件事儿。我在茶水间听李董事说，检察院掌握了公司部分原始财务档案，跟之前调取的账目出入很大，还说什么根据现在的证据来看，公司内部交易确实有歧视，还有伪造账目。周总是总裁，情况相当不乐观了。喂，你好。张秘书，手上的工作先放一下，我和几个董事有个小会，你过来做一下记录。好的。如果检察院手中那份原始财务档案是真的话，那可真是有趣了。我就不明白了，一份已经销毁的原始档案，怎么就到他们的手中呢？公司能接触这份档案的人不多，我看呐，管理层必有内鬼。我李某人最恨的就是这种吃里扒外的人。你来干什么？我来做会议记录的。不用了，不是有新来的大学生吗？让他过来。我们要多给年轻人一点机会，是不是啊？小陈啊，现在是咱们的关键时刻，这种机密会议还有那些机密文件，千万不能再经他的手了，知道吗？等一下，谁也没有证据怪到你头上，别往心里去。最近气色怎么这么不好？都瘦了。陈经理。公司的电梯是受到监控的，您的一举一动都会被人看到。郑薇，最近请个病假吧，对谁都好。
还好没发烧。生病怎么不告诉我？吃药了吗？吃了。我做了你爱吃的黄鱼面，起来吃点吧。你怎么知道我生病了？你监视我，知不知道你这是在侵犯我的隐私啊？如果侵犯你的隐私，能保护好你、照顾好你，我侵犯定了。赶快吃吧，要不凉了。来。来，吃点雪菜。哎，把嘴擦擦。林静，我们和好吧。你别怪我，谁让你在我还没准备好的时候趁虚而入的？我跟你说过，我做事只看重结果，所有的手段都只是过程。我希望可以给你幸福，我也自信只有我自己才能给你幸福。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从小到大，你一直宠让着我。
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 Bernison 公司的代表 Ben。This is our Director of Board, Miss 于静。很高兴认识你。我也很高兴。请坐吧。As Mr. Chen is the sponsor for the current purchase, we should allow him to begin with today's negotiations. 很高兴能够成为这次收购案的参与者。从一开始到现在 ，Bernison 公司对我们星辰都给予了很高的市场价值。现在大家手上拿到的，一份是 Bernison 公司对我们的收购意向，另外一份是股权转让协议。Bernison 公司会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在座各位股东手上的股份，请大家做出谨慎的思考，并且做出明智的选择。什么时候了还帅？在他们手底下可不不错。怎么的？你还想生个？哎，薇姐，你休假回来啦？你们又在聊什么呢？哦，那个陈经理带了一帮意大利人过来，好像是要说收购咱们星辰公司。收购公司啊？在这个社会里，你没有权利就没有话语权。你没有权利，你就永远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每天只能忍受着生活带给你的不公平。我只再需要一点点时间。我们的城堡正在建立，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星辰大势已去，而伯纳森集团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在国外更是拥有数十年的建筑经验。并购之后一定会大有前途。我同意收购。好，我也是，也同意。星辰是我一手建立的，我不同意收购。董事长，我有必要提醒您，按照董事会的章程，当董事会中有超过1半董事都同意收购的时候，在投票阶段，您作为董事长是没有反对权的。陈校长，你怎么能这样？曾宇，星辰集团遇到工地丑闻以后，股价大跌，人人自危。现在的星辰集团早就已经不是当年鼎盛时期的星辰集团了。我也是顺势而为，如果没有伯纳森公司出手相助的话，现在这个公司早就已经不复存在了。我相信你也不希望看到由郁董事长亲手创立的公司成为过眼云烟吧？大家别太担心了，结果还没下来，要对自己有信心。曾小姐，好久不见，有时间我们喝咖啡。好。好。喂，你认识他们？董事长昏倒了，救护车都来了，看来公司这次真的要被收购了。陈经理，我有话想跟你说。如果你想说的是今天早上发生的事，那就不必了。没错 ，Bernison 公司确实要对星辰进行收购。你是早就知道了，还是说原本就是你计划好的？有什么区别吗？我真没想到你能狠心到这种地步。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薇薇，这件事情是公司高层的事，和你没什么关系。不过我个人可以向你保证，即便收购成功了，你也仍然可以做你的设计师，而且将来你会有更多更好的选择。你知道收购星辰意味着什么吗？星辰是每一个学建工行业学生的梦想，每一年都有成百上千的学生像我们当年一样想要进入这里。可是星辰如果被收购了，那就意味着他们的梦想破灭了，你能明白吗？
光彩。我是为了星辰辛辛苦苦工作了这么多年呐，我一毕业就在星辰工作啊！我下过工地，我住过地下室，我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含辛茹苦，一步一步才做到这个后勤部主任的位置上的。现在公司说裁员就裁员啊，公司的良心何在呀？我把一辈子的青春都奉献给了星辰，虽然我是做过一些偷偷摸摸、见不得人的小事，可是这是我能想出来的让这个大公司生存下去的唯一的方法。我对天发誓，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星辰的事情。可是现在，李姐，你就先别哭了。薇薇，咱公司被收购之后，真的要大举裁员吗？我们都得走吗？我们这么辛苦才进入星辰，为了公司付出这么多，陈经理说裁员就裁员，这对我们不公平。自己别瞎对号入座，也就裁一些老弱病残，谁说裁你了？什么？我为什么就成了老弱病残了？行了，你们少说几句吧。虽然李姐平常不招人喜欢，说话又尖酸刻薄，但是你们不觉得她现在太可怜了吗？太可怜了！哎呀，可可，你就别凑热闹了。好了好了，大家都振作一点。星辰现在还没有被收购，就算星辰真的被收购了，只要大家的名单还没有出现在公告栏上，没有告诉你们必须要离开星辰，那我们就都还是星辰的员工。我们要一起陪着星辰奋斗到最后一刻。薇薇，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喜欢过你。我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你们的。要是最后星辰真的被收购了，我们也不得不离开。那我们也要昂首挺胸的离开，好吗？好。好。好。埋下了大乔的惨案，铸成着一枚枚小小的戒指，颁发给每年工程学院的毕业生，并且规定这枚戒指只能戴在小拇指上，就是想用它来提醒每一个工程学院的毕业生，你是一名工程师。你写下的每一个字，你在图纸上勾勒的每一个线条，都不代表你自己，它都关乎于千百万人的性命安危。
来，让我看一下。董事长，您恢复的怎么样？我没想到你心机会这么深。趁着去意大利这段时间，你竟然联系了这伙意大利人。您错怪我了。我和您一样，都想保住星辰，只不过我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式罢了。您还记得上次我跟您提出接替周局位置的时候，您给我的鞭策吗？你来公司有1年了吧1年半了，董事长。哦，1年半了。从我认识你以来，我就知道你很有想法，很有能力，也很有魄力。这些我都很欣赏。但是你还很年轻，很多事情不能太急功近利。你有野心，没问题呀，我也很喜欢。但是只靠心机和能力是远远不够的，要通过时间。我相信，通过时间的磨练，你不仅能力上会提升，威信也会随之提升。你觉得呢？我明白。我不希望当初我特批你进公司来是个错误的决定，因为毕竟一个男人通过女人走了捷径，那很多人对你的能力会有质疑的。你懂我的意思吗？董事长对我恩威并施，我当然明白。你答应我的誓言呢？你给我的承诺呢？你不是说要照顾小玉吗？董事长，我很感激这么多年来曾玉对我的帮助。今后只要他开口，我一定会尽我最大努力帮助他，也算不辜负我对您的承诺。你来干什么？我来看看董事长。这里不欢迎你，请你出去。董事长，作为您的旧部，我还是想劝您一句：以现在的状况和您的身体，您应该远离这个是非之地，找个地方安度晚年。曾宇，我刚才已经跟董事长表达过了这些年我对您的感激。以后只要你张嘴，我会尽我一切努力帮助你。
有星辰陪我一起奋斗的同事。董事长，来啦！哎，这是干什么？搬家啊！终于下定决心和我静薇双双把家还了是吧？太好了！想得美！我要搬去一个比你那儿更好的地方。哪儿啊？为什么？你没听说过呀？女朋友可千万不能搬到男朋友家去住，要不然的话，到时候我们要是分手吵架了，你把我赶出来，我一个人这么弱小的身躯搬着这么一大堆行李箱，多可怜啊！我才不要呢。哎，你是不是言情电视剧看多了？你没病吧？一定要这么小心翼翼吗？这就是成年人的感情啊，要放在天平上小心的计量。你给我几分，我就还你几分。看来病的还没那么严重啊，最起码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好啦，既然你都来了，快帮我搬家吧。好嘞，来，大王带你去岐山了，走吧。东西还没拿呢。啊，好，来，我拿这个重的啊。还有那个也挺重的。来，出发啊！搬家啦！走了。走。来，拿书包。哎呦，这装什么装？哎。又搬回这儿住？这就是你说比我那儿更好的地方。对呀。李晨，楼下坐地铁呢。这楼下有地铁能睡得好吗？我早就习惯了。哎，我跟你说，我现在要是没坐地铁，我都睡不着。进来吧。这儿能住吗？至少你给我个住在这儿的理由吧。星辰现在一蹶不振的，我想通过地下室的改造，来换回星辰的声誉。星辰不是要被收购了吗？业内已经流言四起了，都说于董事长养了一个白眼狼。来，过来帮帮手。小心啊！其实啊，剧场项目之后，我也觉得挺骄傲、挺自豪的，就是觉得好像缺少了点什么。一直到我发现了那个策划案，我才突然明白，原来我学建筑设计，也并不只是为了名利。我想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所以啊，后来我做了探访、研究，还画了设计图。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做好这个项目的，并不只是为了星辰，也是为了实现我自己的价值。说完了吗？我的大梦想家。哎，谁说你丢掉年少时不计代价去爱的勇气了？我现在就已经看到你身上有闪闪发光的光环。好了，马屁精，快收拾东西，走。好嘞。哎，我跟你说啊，你得赶快把手机放到这儿来。这个地下室的信号可不好了。哎，你一个人能住这儿吗？当然没问题啦。我告诉你，你不在的这几年，我生活的好着呢。这儿以前可是我的家。要不我搬过来住吧，正好可以捡回那几年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光。那几年的时光早就被狗吃了。啊，
我跟你说啊，这个地下室阴冷潮湿，鼠宝就交给你照顾啦。哦。鼠宝，鼠宝，你乖乖在爸爸家住2天啊，妈妈有时间就来接你。爸爸妈妈，我喜欢这个新名字。看来我离我人生的目标有进一步了。行了没？哎呀，我怕呀！别快点！ I announce that from this moment, Mr. Chen Xiaocheng, Bonasen's delegate, will take charge as Dongfang Xinzhen's vice president. Thank you very much. 为什么就是呀？为什么辞退我们呀？就是呀，为什么辞退我们呀？第二顺也太过分了。这真的太过分了！我居然排在第1个，这下可真玩完了呀！我不想离开，为什么要辞退我？我舍不得你们，美姐，我舍不得你们。他不能辞退你们，我现在就去找陈校长，等我。 你回来了？你知道我要找你？不，是我在找你。看看这个，直截了当的说吧，你可不可以不要辞退他们？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没有再讨论的必要了吧？ 也许意大利人做事的方式你不太了解，在公司的任何一个员工都应该对这个公司有所贡献，这不也是我们星辰改革的原因吗？可是他们每一个人在进星辰之前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你又怎么知道他们没有做出贡献呢？如果他们在公司的贡献就是每天看热闹、嚼舌根、聊大天儿。 那他们还是不要在这个公司了。对不起 ，Bernison 不养闲人。好了，我们不聊这个了。来，你看看这个。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 我们的城邦马上就要建立了，现在我终于能帮你实现这个梦想。2020年世界园艺博览会的这个项目，我打算让你参与并且设计。你不是一直想当个设计师吗？好啊，现在就是个全新的开始，我终于可以帮你实现这个梦想。 陈副总裁，对不起，我自己掂量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只想做好我的地下室项目，怕是要辜负您的厚爱。过了，没事啊，不就是份工作吗？可可，
以后不要再这么没心没肺了，你知道吗？喂，李姐，你一定要照顾好身体。要是有什么困难的话，你随时来找我。谢谢你，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这次我真的有一句话是发自肺腑的，我要是有亲弟弟，我一定把你娶回家去，咱们做一家人。薇薇。一个时代就这么结束了。我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挺有天赋的，所以本少女现在已经决定了，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祖国的土木工程事业做出杰出的贡献。我看你呀，说了这么多，讲的那么好听，就是想和你们家陈孝正一起去东方星辰吧？不好意思，我们不招收女性。哦，我知道，没关系，我就是放在这儿。每一个学建筑和土木工程的大学毕业生，如果没有在工地待过，就不算真正掌握了专业技能。这样的生活，才让我感觉到，我每天都在努力，离我做设计师的梦想更进一步。我不知道我以后会干什么，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成为设计师。但至少在我做土木工程师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为我自己的工作骄傲，我为我建设的每一栋大楼自豪。放心吧，我一定会坚持到最后。